当一个崛起中的大国却像个任性的巨婴，动不动就发脾气，用经济手段威逼他国让步。中国的这种巨婴外交和恐怖经济胁迫曾令许多国家忌惮三分，但现在这套把戏真的还灵吗？最近日本产经新闻甚至评论说，日本能学台湾脱钩中国，还难道面对中国的经济威吓，脱离依赖反而是更好的生存之道？今天就让我们深入探讨中国巨婴式外交的由来与演变，以及各国如何见招拆招，让这些恐怖经济胁迫日渐失效。首先，什么是巨婴外交？其实就是形容中国近年来的外交作风非常情绪化，以自我为中心，如同一个长不大的小孩。有别于先前咄咄逼人的战狼外交，巨婴外交更凸显一种不成比例的大惊小怪，只要谁触碰到他的敏感点，北京就跳脚抗议，甚至报复惩罚。他们的举动往往与其大国身份极不相称，比如因为一件小事就大动肝火，祭出全面性的经济制裁，令人错愕。外界就戏称这是小流氓式的耍无赖，或干脆叫巨婴外交，体型庞大，力气惊人，却缺乏成熟理性，只会以闹腾来解决问题。最近一个典型例子发生在日本身上。2023年，日本前总务大臣高市早苗公开强调，台湾有事就等于日本有事，直言如果台湾被中国攻陷，日本的海上生命线将被切断，国家安全与经济都会遭殃。这番话其实不过是日本常年战略共识的事实陈述。台湾位处第一岛链关键，日本仰赖进口粮食和能源，航运线经过台湾海峡，一旦发生战事，日本当然不能置身事外。然而北京听不得半点刺耳意见，立刻暴跳如雷，痛骂高市，严重挑衅中国主权，罗织了9宗罪的大字报谴责，措辞之激烈，仿佛高市真做了什么滔天大罪。不仅如此，中国说罢不过瘾，很快开始对日本大搞经济报复，大幅限制中国旅客赴日观光，国内旅游团被劝阻取消，中国航空公司减少甚至停飞多条赴日航班，就连原定在中国举办的日本音乐团体演唱会也在现场莫名其妙被人强行断电腰斩。最离谱的是，当年8月日本启动福岛核废水排海计划，获得国际原子能机构认可，安全无虞，可中国却借题发挥，全面禁止进口日本水产品，搞得中国老百姓疯狂抢盐，浑身焦虑，好像海水都被日本人污染了一样。北京当局不但不澄清，反而乐见这种民意狂潮，顺势对日本施加更大压力。一连串大动作下来，全世界都看在眼里。中国对区区几句不合己意的发言，反应如此激烈又奇葩，外交抗议不够，还动用经济惩罚，这种歇斯底里的巨婴行径，与一个自诩负责任大国的形象格格不入。然而，巨婴式的乱拳打过来，就真能把对手打怕吗？事实恰好相反，中国对日本的过激施压，不但没让东京屈服，反而把日本推向更强硬的立场。就拿福岛排水这件事，日本政府非但没有在意中国的叫嚣，反而获得美欧盟友理解支持，坚定地按照科学程序处理废水。日本民间更是没有因中国禁止海鲜就惊慌投降，政府迅速出台补贴，帮助渔业者拓展其他海外市场，同时鼓励国人多消费国产渔货。中国的抵制反而促使日本内部更团结自救。高市早苗挨骂后，在日本政坛声望不降反升，民调支持率据说一度高达75%。许多日本民众原本对安全议题没那么关注，现在反而认同高市的观点，觉得面对中国威胁就该强硬。北京施压适得其反，引爆日本社会更大的抗中情绪，可以说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更严重的是，中国的霸凌让国际社会上了一课。美国《华尔街日报》在2025年12月初发表社论，就直指中国对日本一系列霸凌行为，成了全球警惕的案例。社论尖锐地说，中国今日对日本的做法，明日就可能施加到其他国家身上。试想，连日本这样的经济强国都能遭到中国无理打压，更何况其他体量较小的国家呢？因此，越来越多国家和民众开始同情并支持日本，站到日本一边。大家终于意识到，北京惯用的经济胁迫根本就是未来扩张控制区域的预兆。如果现在不团结抵制，
迟早各个国家都可能沦为下一个受害者。其实，中国动辄利用庞大市场做武器，威逼别国就范，早已不是新鲜事。过去10多年里，这种经济恐吓外交剧本一再上演。2010年，中日因间隔诸岛、钓鱼台列屿、主权争议关系紧张，北京大怒之下，偷偷对日本寄出稀土元素出口禁令。要知道，稀土金属是制造高科技产品的关键原料，而当时全球近97%的稀土供应都掌握在中国手中。中国以为卡住稀土就能让日本工业跪地求饶，然而结果呢？日本一开始确实受到冲击，企业苦无原料，只能削减生产。但日本人很快发挥韧性，他们四处寻找其他来源，积极投资澳洲、加拿大等地的新矿场，还开发出稀土回收技术，一点一滴降低对中国稀土的依赖。短短几年内，日本从中国进口的稀土比例大幅下滑。此外，这场稀土风波也惊动了国际社会，美欧齐声谴责中国违反贸易规则，并诉诸 WTO 要求中国取消禁运。最终，北京在国际压力下解除了稀土出口配额。可以说，这一次经济胁迫不但没换来中国想要的政治让步，反而倒逼日本和全球开始建立去中国化的稀土供应链。中国辛苦经营的稀土王牌自此失去杀伤力，也让他第一次尝到经济武器失灵的滋味。尝到甜头的还不止日本。2012年南海主权纠纷时，菲律宾因为硬刚中国，中国立刻限制菲国香蕉等农产品进口，结果菲律宾农民叫苦一阵，但很快拓展其他外销市场，也挺了过去。2016年，韩国允许美军在其领土部署萨德、塔反导弹系统防御朝鲜，引发北京强烈不满。中国随即对韩国祭出连串报复，禁止韩流明星在中国演出，下架韩剧，关闭大批乐天超市，中断中国旅行团赴韩观光，力道之猛烈前所未见。这场风波让韩国经济一度蒙受数百亿美元损失，也重创不少依赖中国市场的企业。但是韩国政府最终并没有让步撤回萨德系统，相反，经此一役，韩国民间对中国的不满和警戒心理直线上升。抵制乐天的中国民族主义浪潮过后，真正受伤的是中国在韩国人心目中的形象。韩国开始更加重视供应链多元化，并加强与美日安全合作，避免再被中国拿捏。再看澳洲，2020年，澳大利亚不顾北京反对，带头呼吁对新冠疫情来源进行独立调查。中国大为恼怒，立即对澳洲实施贸易惩罚清单，从大麦、红酒、牛肉、水产到煤炭、龙虾，陆续施加关税禁令，务求让澳洲经济疼痛难忍。短期看，澳洲确实有些产业受到打击，比如优质红酒滞销，农牧业者损失市场。但澳洲人硬是没有服软，政府迅速出手帮助企业转向其他国家出口，譬如把以前卖给中国的大麦卖到中东当饲料，红酒积极开拓欧美市场等，同时也提出援助方案减轻业者损失。更关键的是，澳洲顶住压力后，国际舆论普遍支持澳洲的立场，纷纷谴责中国经济霸凌。北京一看孤立无效，自己也两败俱伤，于是在2023年开始陆续松动对澳产品的禁令，逐步恢复进口。注意了，整整3年，澳洲政府并未为调查疫情的初衷道歉，中方却终于默默撤回制裁。这等于向全世界揭示，中国的经济威胁其实是纸老虎，只要你撑住不退，它反而会因自身需求而退步。澳洲总理更直言，澳方未对中方做出让步，是北京自己改变了态度。这番硬气话放在10年前是难以想象的。还有2021年，立陶宛顶住中国压力，让台湾以台湾名义设立代表处，结果遭到中国贸易封杀和外交降级。但欧盟这回罕见地团结起来，称立陶宛，启动反制机制，并提告 WTO， 中国不得不偷偷解禁部分贸易禁令。这也促使欧盟开始制定所谓反经济胁迫法案，准备以牙还牙。未来只要有国家敢对欧盟成员用经济施压，欧盟就将统一报复。北京过去最爱各个击破，各自施压，如今却逼得欧美日渐抱团，以集体经济实力来抗衡中国，真可谓弄巧成拙。然而，在这所有案例中，最令中国头疼的硬骨头，当属他最想制服的台湾。
北京常年视台湾为叛逆省份，对台湾的打压可谓无所不用其极。外交上打压台湾的国际空间，军事上派战机、军舰骚扰威吓，而经济上更是经常祭出惩罚性措施，以为能重创台湾经济，逼迫台湾民心就范，但结果恰恰相反，台湾不仅没被击倒，某些方面反而更壮大了。例如，过去中国观光客大量赴台，台湾观光产业一度相当依赖陆客，但2016年蔡英文总统上任后拒绝接受北京设定的一中原则框架，中国随即大幅缩减团客赴台配额，试图用旅游业断炊来警告台湾。起初，台湾许多观光业者确实受到冲击，但台湾政府迅速推动新南向政策，积极吸引其他国家的旅客，包括东南亚、日本、韩国的游客弥补缺口。台湾的观光市场很快回稳，并未因失去陆客就崩盘，这让北京相当恼火，你不怕我不来了。再来看农渔产品，2021年正当台美关系走近之际，中国突然以检疫为由禁止进口台湾凤梨。要知道，大陆曾是台湾凤梨最大外销市场，中方这一招意在打击台湾农民收入，挑起对政府的不满。岂料消息一出，台湾民间发起凤梨自由运动，全民踊跃购买挺农民，外交部还号召友好国家一起吃台湾凤梨。日本更是第一时间伸出援手，短短几周就扫获数千公吨凤梨进口日本，大大弥补了大陆市场的缺口。结果台湾当年凤梨总出口量不减反增，农民收益基本无虞。中国本想弄疼台湾，没想到逼出台湾的团结力，还帮台湾拓宽了国际市场，实在是误打误撞。北京见凤梨攻势无效，接着又陆续禁止台湾的释迦、番荔枝、莲雾等水果，以及石斑鱼、秋刀鱼等水产品进口，每次都声称发现什么虫害或不合格药物残留。但台湾政府与业者也越挫越勇，一方面改善品质符合更严格标准，一方面加速行销到其他国家。像石斑鱼禁令后，台湾水产商把鱼卖到日本、韩国，甚至把原本供出口的等级拿回岛内卖，结果岛内消费者也乐得享用平价高品质海鲜。中国的封杀反而让台湾内需市场受惠，民众胃口大开。类似的故事一再重演，久而久之，台湾人对中国禁令几乎习以为常，甚至有点不屑一顾了。你爱禁不禁，反正我自有办法。更重要的是，台湾经济并没有因北京的屡次出招而垮掉，相反，这几年台湾经济成长相当亮眼，尤其在高科技领域，台积电等企业全球领先，带动经济高速增长。在全球疯狂追捧 AI 晶片的2025年，台湾第二季、第三季 GDP 同比增长都接近 8%， 全年预期成长 7.4%。 这个表现不但在已开发国家中凤毛麟角，甚至有机会超过同期的中国。换句话说，脱钩中国并不可怕，台湾撑住了，反而活得更好。中国对台湾的经济恐吓早就被台湾看破手脚，全世界也慢慢看明白了这点。谈到这里，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中国费尽心机的经济武器越来越不灵了？答案在于，一来各国已经有了前车之鉴，懂得见招拆招，自我保护；二来中国自己的经济实力和国际形象也在这几年出现问题，导致他手中的财经大棒威慑力大减。过去大家害怕中国制裁，主要是看中了中国经济高速增长，14亿人口市场无比庞大。然而近年中国内部乱象丛生，房地产泡沫爆裂，失业率节节攀升，消费不振，地方债务沉重，就连官方自己定下的 GDP 成长目标都频频难以达成。经济增速放缓意味着中国对全球经济的带动性降低，别国少赚中国的钱，痛感也没那么强烈。更何况中国还存在着关键技术受制于人的软肋。美国联合盟友对中国实施尖端晶片与半导体设备出口管制，让中国高端晶片发展陷入困境。有专家估计，这波科技制裁让中国晶圆制造技术一下子倒退了10几20年，先进制程被卡脖子，只能退而求其次，生产落后晶片。这对中国打造自主高科技产业造成重创，也狠狠打击其经济长远竞争力。在此情况下，北京其实更加需要与他国维持贸易往来，好输入自己欠缺的技术和产品。
如果仍执迷于动不动经济胁迫，只会加速别人跟他切割，自己反倒先受伤。正因如此，连台湾的领导人都大胆直言中国经济的脆弱。2025年年底，台湾副总统赖清德接受《纽约时报》专访，就明确指出中国当前经济状况很不妙。他反问道：中国经济那么差，还要打仗吗？这一句话可谓一针见血，点出了北京当局的致命死穴。如果经济持续低迷，中国拿什么支撑战争机器？拿什么去对抗以美日为首的民主同盟？赖清德甚至释放善意表示，只要中国停止对台湾的军事威胁，愿意走向和平共存，台湾乐意帮助中国解决经济问题，互利共荣。这番话听在北京耳里或许不是滋味，但也反映出国际间越来越多人看穿了现实，中国其实远没有他自我宣传的那么强大无敌。一味强出头，四处树敌，已让中国内外交困，进退失据。面对这样的中国，许多与之关系密切的国家开始重新审视自身战略，纷纷寻求脱钩，或至少去风险化，降低对中国的依赖。其中，日本就是最重要也最引人注目的案例之一。日本过去经济高度依赖中国市场和生产基地，被形容经济上离不开中国，但在目睹中国对邻国一系列经济胁迫后，日本舆论开始出现我们会不会成为下一个的焦虑。产经新闻等保守媒体便大力主张，日本应该借鉴台湾，及早调整对华经贸关系，以免未来受制于人。所谓日本能学台湾脱钩中国，讲的正是这个道理。台湾在中国高压下仍能维持繁荣，日本更没有理由过度畏惧中国的经济报复。事实上，日本政府近年已在采取行动。早在2020年，新冠疫情暴露，全球供应链对中国的过度依赖，日本就设立专项补贴，鼓励本国企业把生产线从中国迁回日本，或转移到东南亚等地。此后，日本又通过经济安全保障推进法，把关键物资供应链安全上升到国家战略高度，明确表示要分散风险，避免鸡蛋都放在中国这个篮子里。从数据上看，日企正在加速出走中国。根据统计，2012年在中国设点的日本企业数量曾达到高峰，此后逐年减少，到2024年中时仅剩约 1.3 万家，10年间竟减少超过1300家。另外一项2025年调查显示，把中国视为最重要生产基地的日企比例已降至 16.2%， 相比2019年大幅下降了 7.6个百分点。视中国为最重要销售市场的比例也降到 12.3%， 尽管仍排第一，但比上次调查骤降 13.6个百分点。这说明日本企业对中国市场的热度正在明显冷却。为何会这样？除了前面提到怕成为下一个被欺负的对象，这层考量还有几个现实原因。其一，中国市场竞争环境变了，随着中国本土品牌迅速崛起，加上经济成长趋缓，许多昔日叱咤风云的日企在中国销售大不如前，赚钱越来越难。例如，日本汽车品牌节节败退，三菱汽车早在2023年就停止了在中国的整车生产，2025年干脆全面撤出中国，把资源转投东南亚等前景看好的市场。日产汽车在中国连续多年业绩下滑，2024年新车销量跌到巅峰时的一半，不得不关闭了才运营4年的常州工厂。连锁百货3月伊势丹的上海店在2024年结束营业，标志着日本老牌百货在中国几乎全军覆没。餐饮业如摩斯汉堡2024年第二次退出中国，关闭所有门市。知名回转寿司、藏寿司2023年才进军中国，2025年就宣布退出，改专注经营美国和台湾市场。这一连串撤退潮说明中国已不像过去那样是块处处掘金的宝地，本土竞争者崛起和景气趋冷，使外资荣景不再。其二，政治风险剧增，这恐怕是让日企更心生退役的关键。自从习近平当局推行高度集权的政策路线，外国企业在中国经营如履薄冰。2023年，中国仓促修订反间谍法，将间谍行为定义的空前广泛模糊，只要中共说你违法，你就可能被捕入狱。同年，北京当局逮捕了一位在华工作的日本安斯泰来制药公司员工，
指控其从事间谍活动。2025年更判处此人有期徒刑3年半。日本政府多次交涉，却不得其解，完全不清楚该员工犯了哪门子间谍罪。这一起事件严重动摇了日本企业对中国营商环境的信心，谁敢保证自己公司员工哪天不会被莫名扣上一顶间谍帽子呢？此外，中国近年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也让日企胆战心惊。前面提到的福岛排水风波，中国社交媒体上充斥反日言论，甚至发生了日本人在中国遇袭的恶性事件。2024年，一名日本小学生在深圳被刺身亡。2025年，又传出一位日本母亲带孩子在街头遭人袭击。这些仇日情绪令日本企业担心在华员工的安全。统计显示，截至2024年底，居住在中国的日本公民人数已跌破10万人，连续12年下降。大量日本人选择离开，也反映出对当地环境的不安。可以说，市场利润变小了，政治风险变高了，离开就是迟早的事。所以我们看到，日本对华经贸正从过去的一头热转为冷静抽身。这并不意味日中经贸会完全脱钩。事实上，截至2025年，日本仍有许多企业深耕中国，比如无印良品、优衣库等零售巨头强调他们只是调整策略、优化布局，并未放弃中国庞大市场。但是整体趋势是明显的，关闭的店一间间在关，新的投资计划却愈来愈少。甚至有观察人士形容，如今日本企业在中国是前门进，后门出。全门一方面还有新企业被市场吸引过去，另一方面老企业正默默撤离。一进一出间，反映的是日本产业对中国依赖度的逐年下降。过去中国总爱拿庞大市场当筹码，要挟日本给点颜色，但现在看来，日本渐渐在摆脱这种掣肘。一旦有朝一日，日本真的像台湾那样把对中国的经济依存降到最低，那时北京手上能打的牌就更少了。毫无疑问，中国高层也开始意识到自己的经济杀手锏不像从前那么管用了。尽管嘴上还是强硬，动不动放话不听我的就制裁你，但心里其实有苦说不出。2023年底，日本政府配合美国对华出口管制，宣布限制先进半导体设备对中国的出口。中国商务部闻讯跳脚，在记者会上警告日本，若一意孤行，将采取必要反制措施，一切后果由日方承担。然而这番虚张声势的恫吓并没有改变日本的决策。日本很清楚，先进制程晶片对国安至关重要，宁可得罪中国，也不能让技术落入中共之手。同样的，立陶宛顶着中国压力与台湾交好，澳洲不理会中国封锁，坚持要调查疫情，台湾不为打压所动，发展自身经济，种种现实都在告诉北京，靠经济惩罚来换取政治顺从，这条路越走越窄。昔日那种杀一儆百的威吓效果大减，现在是杀鸡给猴看，猴子不怕，鸡也没死，倒是把自己搞得满世界树敌。更何况，随着各国减少依赖，供应链重组，中国手中的经济牌会越来越薄，等到真想打出来时，威力可能已经所剩无几了。总而言之，我们正见证着一个有趣的转折，中国的巨婴外交和经济胁迫正面临失效的危机。这位动不动闹情绪的巨婴发现，他的玩伴们不再买账了。当前局势下，日本也好，台湾也罢，乃至更多国家都在学习如何摆脱对中国的过度依赖，以降低被掐脖子的风险。中国过去凭借经济崛起，在地缘政治上气势汹汹，但如果他仍像个巨婴般乱发脾气，只会吓跑越来越多伙伴，最终把自己关进孤立的围城。对中国而言，也许是时候冷静想想，继续以经济霸凌待人，只会让自己饮鸩止渴。唯有真正尊重他国，负责任地融入国际规则，才能重建信任，发挥大国应有的影响力。否则，这场巨婴闹剧只会令世人更加清醒，并联手对付这个失控的巨婴。未来，世界经济格局可能将出现重塑，一个不再受单一强权挟制，更安全多元的供应链网络正在形成。对那些曾经害怕中国经济报复的国家来说，这是艰难却必要的蜕变；而对曾习惯当经济霸王的中国来说，则是个成长的挑战。巨婴该学会长大了，否则等其他国家都抱团取暖、自立自强时，
这个巨婴终将发现自己闹腾半天，不仅玩不出新花样，还把本来的朋友都推得远远的，到头来只能孤独地留在原地，错失偌大的世界舞台。这恐怕是当初挥舞经济大棒的中国领导人万万没有料到的结局吧。